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分析的这些资料，描绘出了一幅非常矛盾的2026年科技蓝图。对，一方面，你给我们的这份德勤产业报告预测 AI 会引爆硬体市场，带来惊人的成长。但另一方面，你整理的这些新闻报道却又揭示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全球危机。没错，这就是这次分析最核心的张力所在。AI 那个可以说是无尽的需求，正在催生史上最强大的企业硬体。OK， 但同时，它又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吸干全球的记忆体晶片产能。哇！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理清这场由 AI 引发的，有人称之为记忆体末日，对企业、对你，还有对整个科技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听起来像是一场科技业的完美风暴。好了，那我们就从这股 AI 狂潮的源头看起吧。好，德勤的报告里有些数字坦白说有点吓人。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 IT 总支出会第一次突破6兆美元。6兆？对，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成长最快的领域——资料中心系统，这完全是由 AI 驱动的。对，而且这里最值得玩味的是 ，AI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硬体的游戏规则。怎么说？这不只是我们需要更快的晶片这么简单啊。报告指出，那种专为 AI 优化的伺服器，它的成长速度是传统伺服器的，可以说好几倍啊。特别是那些非 x86 架构的，白话一点说，就是以 GPU 为运算核心的设计，就是回答那种。对，预计会激增大概169%，这不是一个小趋势，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地壳变动。过去由 Intel 主导的伺服器市场正在被彻底颠覆。哇，所以像思科、戴尔、惠宇这些传统伺服器大厂，现在等于是找到新的金鸡母了吗？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再只是卖铁盒子，而是卖一整套专门伺候那些单价高达$25,000 AI 晶片的豪宅。这些晶片可不是随便插上电就能用的，对吧？他们需要特制的散热、电力和网络系统。你用豪宅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因为这些豪宅的管理费也极其惊人。我们谈论的是单一机柜耗电量就高达370千瓦的怪物。370千瓦，那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00多个家庭的用电量集中在一个冰箱大小的空间里。我的天！所以传统的风扇散热根本是杯水车薪，一冷散热就成了必需品。等一下，我看到资料里的一个数字，这个是不是打错了？一冷市场预计将从2024年的3亿美金，成长到2028年的超过300亿美金。没错，只用4年成长了100倍，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市场在成长的，这简直像是宇宙大爆炸。这个数字没错，而且它完美的说明了这场变革的剧烈程度。太夸张了，这已经不仅是升级，而是整个资料中心的重新设计。你必须铺设很复杂的管道系统，让冷却剂在数千个伺服器之间循环。哇！这也意味着未来资料中心的选址可能不只看网络频宽和电价，更要看水资源充不充足。所以 AI 的运算正在对我们的实体基础设施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完全正确。所以这股 AI 狂潮正在重塑硬体的最顶层。更强的晶片、全新的伺服器，甚至连散热方式都要彻底革命。但这些资料中心盖好了，总得有东西喂给他们吧？我想这就带我们到你资料里那个真正的风暴核心了。完全正确。要驱动这些强大的 AI 加速器，像是辉达的 H100 或 B200，你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记忆体，叫做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对，它就像是专为超级跑车设计的顶级燃料，能用超高速度把海量资料喂给 AI 晶片。
没有 HBM， 这些 AI 晶片就只是一堆昂贵的细疙瘩。于是，全世界仅有的3家左右记忆体制造商——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就面临一个甜蜜的烦恼。对，没错。报道提到 ，SK 海力士因为在 HBM 市场占据领先地位，预计2025年的营业利润将首次超越三星。这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对，这就带来一个关键的生产排挤效应。排挤效应，你可以把晶圆厂想象成一个披萨店。OK， 披萨店，它每天能做的饼皮数量是固定的。HBM 就像是那种用料超高级、制作超复杂，然后利润超高的豪华松露披萨。当所有科技富豪都开着名车来排队，指明要买这种豪华披萨时，老板自然会把所有饼皮都拿去做这个。结果就是想点普通玛格丽特披萨的我们，对，要么买不到，要么就得付双倍的价钱。完全正确。而这里的玛格丽特披萨，就是我们手机、电脑、汽车里用的标准 DRAM 和 NAND 快闪记忆体。没错，这就造成了一位执行长所形容的前所未见的供应危机。AI 正在鲸吞蚕食全世界的记忆体产能。原来如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HBM 的晶片面积比传统 DRAM 大得多，制造也更复杂，所以你生产一片 HBM 晶圆，牺牲掉的传统 DRAM 产能可能是好几倍。哇！当所有产能都涌向 HBM， 其他人就都得为此付代价。那么这场代价高昂的争夺战，对身为消费者的你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先从你的桌面和口袋开始。报道中明确指出，记忆体价格正在飞涨。有消息说，三星已经把特定记忆体晶片的价格提高了60%。60%，很多耶。对，然后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更估算，光是记忆的涨价，就可能让一台基本款 PC 的成本增加将近$96，快$100，这可不是小数目。不是啊。这代表你下次去买一台，比方说原本预算2万台币的文书笔电，结账时可能会变成2万3。哇！对很多学生或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今年买和把旧的再撑1年的差别了。没错。就连苹果执行长提姆·库克也公开承认，记忆体价格上涨会冲击他们的利润率。这对一家精打细算到极致的公司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表态。不止电脑，汽车业更是重灾区。你提供的标普全球报告指出，汽车，特别是那些配备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S 的高阶车款，对，反而用的是比较旧世代的 DRAM。是的，因为车规晶片认证周期很长，所以随着记忆体厂逐步淘汰这些利润较低的旧产线，去生产 HBM，汽车制造商预计在2026年会面临供应紧缩以及高达70%到100% 的价格上涨，等于是双重打击。汽车制造商一方面在努力推动电动化和智慧化，需要越来越多的晶片；另一方面，他们赖以为生的旧款记忆体却面临断供和天价。这意味着你未来想买的新车，那些酷炫的科技配备，价格可能会更高。甚至某些功能会因为缺料而暂时无法提供。不过，所有冲击里面，最让我震惊的是针对游戏玩家的这个真的很……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辉达正计划30年来首次在2026年全年不推出任何新的游戏 GPU。对，这消息一出来，玩家社群都炸锅了。这太疯狂了！辉达这家公司基本上是靠游戏玩家起家的耶，竟然为了 AI 要整整1年不发新的游戏卡。这感觉像是背叛了他们最忠实的粉丝。他们真的不怕玩家跑去对手那边吗？这在商业上真的说得通。这就是最残酷的地方。你提供的资料显示，一张高阶 AI 晶片的利润可能是顶级游戏卡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上百倍。对辉达的管理层来说，这已经不是一道品牌忠诚度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冷冰冰的数学题。OK， 当你有限的产能和记忆体供应，可以选择卖给一个利润100倍的市场，或是卖给一个利润1倍的市场时，股东会希望你怎么选？天哪！所以他们等于是在用一个高利润市场的未来去赌另一个超高利润市场的现在。没错，这也正好印证了德勤报告里提到的那个 K 型经济的概念，完全体现了这一点。报告分析，
高收入家庭或企业客户或许能轻易吸收这些因为 AI 竞赛而导致的涨价。但对于更看重性价比的一般消费者、学生、游戏玩家来说，冲击会非常直接。最新的科技产品可能会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也解释了德勤调查中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消费者现在更渴求更好的安全与隐私，而不是花俏的新功能。这点很有意思，对不对？当所有东西都变贵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更务实，会开始问我多付的钱到底换来了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对，如果一个新功能只是锦上添花，但却让产品贵上好几千块，那吸引力就会大减。反之，如果厂商能证明他们在保护使用者资料方面做得更好，这种信任感反而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卖点。当价格门槛提高时，消费者的决策会变得更理性，更注重基本价值。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记忆体短缺，科技巨头们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我看到资料里提到，记忆体制造商正大举投资，像是 SK 海力士就砸了130亿美元盖新厂，三星也宣布开始量产下一代的 HBM4 晶片。他们都在疯狂踩油门。对，但问题是，盖一座先进的晶圆厂，从动工到量产至少需要2年时间，缓不及机。没错，晶片设计工具大厂新思科技的执行长就预测，这场短缺很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这就意外地创造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咽喉——韩国。对，作为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大本营，韩国现在控制了全球超过90% 的 HBM 产能，90%。记忆体突然之间成了一种类似石油的国家级战略资产。这个咽喉有多关键？你提供的一则报道提到，光是 OpenAI 传闻中的那个星际之门超级电脑计划，Stargate， 对，就承诺要向韩国这2大厂采购高达全球DRAM总产量40% 的份额。对，我的天哪，这一个计划就要吃掉世界将近1半的产能，这数字太疯狂了，也难怪其他人会没东西用。这就引发了更宏大的战略思考。当单一公司或单一计划就能动摇全球供应链时，其他人就会开始感到极度不安。你找到的关于伊隆马斯克的文章就完美捕捉了这种焦虑。对，他对于供应链的限制和地缘政治风险感到非常忧虑。他说他担心3到4年后，即使有三星和台积电这样的顶级供应商，晶片的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撑特斯拉在全自动驾驶、AI 和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上的野心。对，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特斯拉需要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巨型晶片工厂，一个他称之为 Terafab 的超级工厂。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放到更大的格局来看这代表着一种从全球化分工重新转向垂直整合和供应链安全的趋势。马斯克直言，晶片供应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问题，他说的这么严重？对，这已经不仅仅是成本考量，而是为了在一个由 AI 驱动的世界中确保公司的未来。当你所有的宏伟计划都建立在晶片之上时，你不能把命脉完全交在别人手中，尤其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从你提供的资料中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对 AI 的巨大需求正在重塑整个科技硬体产业。但它也意外触发了一场记忆体末日，最终导致从你的下一只手机、下一台电脑到路上的汽车，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而且面临缺货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动态。那些促成 AI 革命的关键零组件——高效能记忆体，如今反而成为了它自身发展最大的瓶颈。这也迫使产业里的每一个玩家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从辉达选择牺牲游戏玩家来保住 AI 市场，对，到马斯克考虑自己盖晶圆厂来确保未来，这些都是这场结构性转变下最真实的反应。在我们结束之前，这里有一个问题想留给你思考。德勤的报告最后提到，许多消费者感觉创新发展得太快，却没有充分关注潜在风险。这点很重要。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场全球性的资源争夺战，正是一场由 AI 军备竞赛所驱动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产业界目前的创新步伐，不仅在技术上，对于支撑它的社会和实体供应链而言，真的可持续吗？当虚拟世界那永不满足的算力需求开始在我们的实体世界中造成真切的短切和代价时，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平衡？